马上在秘鲁开 APEC 高峰会哈，习近平会去，拜登也会去，他们就是会会面的。只是呢，因为拜登落选了，所以习近平跟他这个会面呢，也就是一个友好的一个表示了，大概也不可能达成什么协议嘛，那另外呢，说是大陆也向美国表示善意，最后的机会了，再怎么样，虽然川普讨厌拜登，但是呢，这是国跟国之间的关系，领袖跟领袖之间的关系，那中国驻美国的大使叫谢峰，他说：“你美国现在跟我们老是打关税战、贸易战、科技战、产业战。”没有赢家的了，你不要以为你美国会赢，你也不会赢了，但我也不会赢，我输你也输啊。那另外呢，最近有些评论啦，说川普如果提高关税，对台商不利，有很多台商就离开啦，说回台湾啦，跑到越南设厂啦，甚至呢有些跑到墨西哥去了。那大陆就用资料显示。说呢，从大陆的进出口，台湾都比去年多，而且大陆新设台商的投资5725家，也成长了5.6%。换句话，他的意思说，你们都说美国制裁对台商不利，没有啊，台商还是源源不断啊，到底怎么回事？看一下。这个星期 ，APEC 领袖会议在秘鲁利马登场。秘鲁动员15000名军警维安，会场周边军人持长枪、盾牌待命。21国领袖及代表，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都将出席。根据美国之音报道，拜登和习近平将在这个星期六在 APEC 进行大约1个半小时的1对1场边会谈。在习近平可能下榻的旅馆外，已经架起机场式的安检设备，中方人员在周边巡视。看到媒体拍摄，主动来询问。你们是哪一家媒体？We're from Taiwan。你是哪单位的？我们是中国代表团。哦，所以主席下榻这吗？这不好意思，不能告诉你。另一头，拜登可能下榻的旅馆就在海边，除了入口看得到远景，海面上也有船舰，陆海两路严加戒备。台湾领袖代表团下榻旅馆外，已经可以看到维安层级提升，在路口有远警站岗，另外车辆进出也需要扫过底盘。拜登任期剩下2个月，任内最后一次出席 APEC 的最大挑战是要让与会领袖放心，美国仍然致力于参与国际事务。但各国都在准备迎接川普的美国优先2.0，领袖们可能只是看着拜登，想着川普。你觉得这次会面有意思吗？中国的外交它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部分就是它有它温厚的这个一面然后还有呢就是呢它会烧冷灶。那对于中国来讲，现在拜登当然没有烧冷灶的价值了，因为拜登显然就是卸任了之后呢，他就是在政坛就会退去了啊。而且呢，民主党呢这次呢遭到川普红潮，我要特别讲，就川普红潮，而不是一个共和党红潮啊，因为川普代表的他是一个非建制派的川普的主张、川普的主义啊，在川普红潮的席卷之下。民主党呢要回过神来，然后要重新呢取得在这个政坛上面的重要位置呢，恐怕呢要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哈。可是呢，即便是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中国呢还是会去见拜登这位，因为毕竟他真的是中国的某一个程度上来，他起码是习近平的老朋友啊。从习近平在当副主席的时候，然后拜登呢在当副总统的时候，两个人的来往呢就非常非常的密切啊。而且呢，我曾经呢一再的提过啊，习近平呢今天能够安稳的坐上这个位置，拜登扮演了一个关键的传递讯息的角色，就是在当时的时候，不就是薄熙来底下的那个王什么军？王立军，王立军他不是出走吗？然后到了美国的成都的领事馆里面去啊。
然后呢，他带了很多机密的讯息，然后那个时候呢，美国的大使馆就等于是一路呢护送他到这个北京，然后呢，国务院方面呢把他的带来的那些的资料呢是真的是密件的啊，去送回这个华府，只有极少数的人呢，能够看到，可能像希拉蕊啦啊、拜登啊、奥巴马哈这些人能够看到。然后呢，美国呢就趁着习近平那时候是国家副主席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呢，就完整的把这个薄熙来的就是政变的这个计划呢告诉了习近平。所以后来胡锦涛和温家宝呢，他们所采取的那些行动呢，都跟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大的关联性了哈。就是除开这些过去上面两个人的密切的往来之外呢，很重要的是，习近平他当然也是会透过跟拜登的会晤呢，他其实就是要传达他自己的讯息了啊，传达他未来对于川普政府的期望啊等等这些之类的。而且呢，因为川普的当选，他根本的改变了中美和世界的格局啊。我们看川普这次任命的人呢，我觉得他有几个很大的特色哈。因为川普自己说，像黑帮不都收保护费吗？他就像是一个黑帮老大一样哈。然后他团队的聚合呢，就是反中、反觉醒就是反这个多元性别啦、多元种族啦、平等啦啊，然后反对什么气候变迁的这些的进步主义的这个概念，还有呢就是右派。好，然后政客的大集合啊。那在这样的这个情形之下，为什么他不像上一任的任期里面，用像什么麦克马斯特啊这些的将军，然后用一些战略家学者来到他的政府任职？因为你这些人都不受控嘛，你这些将军呢，在我的内阁团队里面呢，好像是老大，好像来指点我，好像把我当作是你的这个小兵一样。我现在真不要甩你们这一套了。他用政客有一个好处，他用政客的好处呢，就是你这些人呢都是靠，不管是 Rubio 啊，或者是Mike Waltz， 他们都是靠选举上来的。你今天如果跟我唱反调的话呢，那你现在想要再回到这个选举的场域里面呢，靠选举出来呢是很困难的，因为川普现在的力量呢非常的这个巨大，所以他们多半呢都只有听话的份。而在这样子的一个反中的一个那么浓烈的一个团队里面的时候，我倒是呢非常的好奇哈，就是说我们仔细的去检验川普他在选前和他选后所说的话。他虽然呢是对于中国大陆，他把中国大陆呢视为一个强大的一个竞争的一个对手，但是他不把中国放在眼里的。他认为呢，他只要呢课予中国高关税，中国就会乖乖的听话，就会任我摆布哈。而且呢，他也没有要用军事的力量来去威吓中国大陆，他也更没有说要出兵来保卫台湾，所以他是一个要用银弹来取代这个子弹的人。所以包括这个现在 Rubio 也好，或者是 Michael Waltz 也好，他们在他们的议员的任内的时候，主张那种对中国强势的法案，甚至于包括说改台湾的驻美代表处的名字啦，对中国施加再更多的一个制裁，搞不好其实对于川普来讲，他并不希望那样做啊，或者是说。他觉得他们可以这样动，可以去扇这些风，去点这些火。什么2758号决议呢？没有处理台湾的问题，你可以继续再去吹这方面的风。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可能呢，它结果是他来换取从中国那边呢拿到更多的一个筹码，但是他不会在实际的行动上面对于台湾在施加实际行动的保护的。我觉得我们趁早就打消了这个念头也好，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讲，它却是要面对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交往结构。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交往结构的情形之下，马斯克或许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钱啦，川普来讲，所有都是钱啦。你台北如果不希望改名，就给我钱啊！我觉得对他来讲，将来就是一个生意，就是一个交易了啊。采薇。
因为尽管现在大家都认为啦，的确从现在的名单也看得出来，就是川普他的一些任用的这些官员都是属于比较鹰派、比较抗中派的，所以我有发现就是这2天呢，民进党的党公职似乎也都很亢奋，非常的兴奋，好像拿到了一个这个防卫盾牌一样。但问题是，其实刚刚很多来宾也都讲了，包含川普他没有说过他要保卫台湾，甚至川普过去让人家知道，他也是他的最大特色之一，就是不确定性嘛，不稳定性。而且多数的西方媒体也都认为，川普的不确定性就是他最大的一个确定。那事实上，川普也把这种不确定性当成是他自己的一个优势。所以，在美国优先的一个前提之下呢，这一些不确定性，我们在面对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更有弹性。如果我们还是对美国这样亦步亦趋的话，我认为很快就会被这个川普的发夹弯甩出车外，而且会这个体无完肤。所以，我们应该是要用这几年国外局势的一个变化来看看台湾。这几年包含东南亚、越南还有泰国，他们都是采取多边主义，也就是主子外交在风中摇荡，柔软但不折。那像印尼的这个新总统啦，他甚至是在上任的时候，他是先去访问中国大陆，甚至跟中国大陆他签订了多项合作的一个协议之后，才去访问美国。所以我认为，其实现在各个国家，尤其是东南亚这些国家，都是采取多边主义，然后都是希望在这个双方取得一个平衡的一个状况之下，如果民进党政府还是不愿意去跟中国大陆沟通的话，那很可能就会丧失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甚至是很有可能不小心就会失足。我相信啊，今天你是任何国家的领袖，你都不会信任美国的，你都不会信任川普的，因为他很多变嘛，他本来就变来变去，尤其现在最后一任了，他要干什么事情你也不知道，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些国家除了跟美国当然要交往，但他也要跟中国跟什么维持一定的关系，道理是在这里，这点值得赖清德好好想一想。休息了再回来。这一点有人出人意外了哈，本来大家以为说立法院今天继续拖，然后继续他空转，然后到了下礼拜呢，陈玉珍回来当主席的时候呢，才会通过议事录，就没想到呢，今天上午呢，两党讨论以后说，算了，过了算了，所以呢，这是财政收支划分法25年以来第一次出了委员会，那当然民进党有时候表决嘛。那表决就7-5嘛，那就通过了那因为你现在通过，你才能讨论别的事情否则等于要不然今天再放假，大家休息到下午5点半散会，浪费大家时间所以呢，这个等于算是蓝军表决胜利了，确认了这个议事录，但是不表示这个案子就成了将来还要去党政协商什么一大堆，那个过程还蛮麻烦的民进党说有18个版本都没有被审查，所以呢认为呢初审是有瑕疵的，到时候呢协商要韩国瑜来处理，怎么处理？就是钱我们昨天讨论过，以前中央跟地方的钱是6-4，现在这几年搞来搞去变成75-25%，我们75%的钱都是中央在控制，地方只有25%，但是地方的事情很多捉襟见肘，要这个钱没有钱，要那个钱没钱。那中央呢，他有钱呢，他也有权呢，所以你听我的话我就给你，不听我的话我就不给你所以他们才说，过去几年按照比例拿最多的钱是台南市，再来就是高雄市，就绿营执政的县市嘛。那因为现在蓝营执政的县市多如果你到时候地方分配的多，那蓝营执政的县市分配的钱不就多吗？那民进党怎么可能呢？其实民进党要求财政收支划分法，光赖清德在台南市长就要求了4次，所以他们那时候也觉得不公平。但是现在呢，权力拿到以后不肯放，这是台湾目前最大的问题。那李彦秀是说赖清德跟周永泰创双黄了，所以没党了那陈玉珍是希望行政院赶快提一个版本出来嘛？以前通常是立法院提的版本，行政院会提一个对案过来，
比如说两岸关系法，那是我提出来的，行政院本来不想提这个案子，但是当我法案拿出来以后，他的法案就拿出来对照。那行政院到现在不提他的版本，就说现在版本最好，我们就按照现在版本吧。那怎么回事啊，郑成兄？现在那个总预算啊，那个空转了50天，那好不容易终于在上个礼拜五啊，这个化解了啦，终于开始复委审查啊。但是呢，现在马上接下来财划法又打成一片。那其实财划法还是真枪实弹啊！国民党现在提出的版本要增加5000多亿。那所以呢，中央行政院就讲说啊，你的这个财划法一过了以后，中央你今天总预算的那个什么3个法案，那个什么健保，那个什么原住民补贴那个进法补贴，那一些公粮呢，那个都编不出来的啦。所以你那个协调也没有用，只要财划法一过，他们中央就没有能力编嘛？事实上是这样子吗？也不，那事实上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啊，这个为什么只要在野的时候都希望来修这个法，一旦执政就不想，就把持不放，因为太肥了，因为你掌握钱，掌握权，地方都要养中央鼻息啊，所以呢，你看他在任内的时候。那一些像那个林志坚啊、新竹市啦、林右昌啦、基隆，哇，这个都被扶持成为明星嘛，都很有政绩嘛，就是民进党的县市，虽然他的国民党县市多，但是还是分不到啊，就是他要怎么给就怎么给啊，所以呢，现在这个也是一个攻防战啦，一定啦哈。一定也是攻防战，不过最后还是要表决啦哈。现在所以民众党也提出一个版本啦，你提出了一个2700多亿的版本哈，因为追的这个是比较合理，也不影响因为我们每年这几年的税收都很好，增加4000亿今年呢？对，4000亿嘛，那我们2700基本上就是把超收的这一部分就是拿出来，不影响中央现在既定编列的预算了哈，所以那民进党不提版本啊，那你要么你不提版本，你来支持民众党的版本嘛，让民众党过嘛，那就过啦，对不对？那你没有的话，表示你要去支持，这个变成他们变小蓝了。好，我们独立做白了，所以我今天穿白衣服就是这样子，坚持白色就是务实、理性、科学。我们站在一个。也不是抢夺资源，因为这个民众党也分不到，也没得抢啊，所以我觉得还是站在一个合理的立场。好，今天情况怎么样？我们看看背景新闻。现在我们开始开会。要直接开会，国民党有意见，因为上周完成的财划法初审，民进党试图再反制。本次的会议议事录未依规定记载，应不予确定。民进党提出不予确认议事录提案，蓝绿意见分歧，动用表决。这一次气氛倒是和平，国民党以7票对上民进党的5票，因为召委赖慧媛在主席台上不能投票，因此国民党以人数优势成功把财划法送出委员会。1个月的这个冷冻期协商期以后希望民进党，我们也希望行政院赶快提出院版。对蓝营如此重要，党团总召傅崐萁一早亲自盯场，蓝绿能有共识，传出是傅崐萁跟民进党团总召柯建铭谈好，而一早民进党团开小组会议，只是人数点了点，少了王世坚，但没关系，财政部长庄翠云一到，热情跟朝野打招呼，气氛热络。不过蓝绿委员都在场，民众党的黄珊珊刚好不在，就连投票时也没有现身。现在民众党推出的自己版本又变成侧翼吗？我觉得这个部分不用再这样子故意去抹黑。民进党不推版本，然后国民党还是坚持他们5、6千亿的版本，那是民进党去保送国民党的版本，因为我们会投自己的版本。等了25年的财划法首度送出委员会，但朝野攻防未完待续。好吧，行政院呢就是不提他们的版本。左荣泰说：“为什么？目前版本执行起来
最有把握。当然嘛，他驾轻就熟嘛。你一个新的版本出来，地方就要把钱分走一些嘛。那你中央能够给地方的钱就减少，一定是这样嘛？来，元之。其实今天早上一下就确认议事录啊，就证明说礼拜一根本就是一个闹剧啊。那一天吴秉叡也是提案，就是说他觉得上一次开会有问题啊，不确认议事录。那大家就说那来投票嘛，来表决嘛，就不表决。然后透过杯葛议事，一直不断的程序发言，然后最后主席赖慧媛同一个主席哦宣布休息就跑掉了。他们很多人可能跑回中南部了，然后最后到5点半的时候要回来宣布散会，就空转一天呢。礼拜一的时候本来是要审2倍金嘛，所以2倍金就没办法审。那他们今天就不敢这样搞了，因为今天要审那个货物税的条例，然后明天要审总预算，他也是可以这样子，今天空转，明天空转。可是问题是下礼拜一还不就确认了，所以可能就是觉得说不想让大家觉得他们在乱啊。但今天就是证明礼拜一是乱。那我要讲就是说，民进党现在反对财划法，我是希望他们的理由可不可以统一一下？像卓荣泰反对的方式是根本就不要通过财划法，根本不要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现在版本是最好。可是民进党很多立委不敢这样子讲。他们都故意去扯那些公式啊，比如说啊，为什么台北市多分3%啊？然后为什么高雄没有把面积这个指标算进去啊？就是扯那些细节。那你到底是要过还是不要过？你们统一一下好不好？如果说你们是对于公式有意见的话，我觉得可以讨论，因为那时候陈玉珍委员会送出去的版本，他只是说保留，他没有通过哦。他是这条有没有意义？有意义，保留，他是保留送出去。保留的意思是说，大家都提版本来协商来讨论。其实国民党也有在思考说，现在我们是地方可以增加5771亿的版本嘛？其实现在有在研拟另外一个版本，是增加3208亿的啊。那来谈嘛。如果是按照5771亿的版本，新北市是增加大概600多亿。那如果是3208亿，新北市是增加大概200多亿，这个都可以来谈。然后首都3%不要也没关系，都可以谈。可是你不要行政院长说我没有要跟你谈啊，我没有要版本，然后民进党立委又说啊我对这些有意见，那到底是怎样？所以我们现在是希望说，反正你们就提版本出来，这个东西对地方好，这都是对地方好，我真不懂。各区的民意代表，为什么你要反对你们的县市政府增加预算？增加这些预算可以用在地方的建设啊、福利啊。以新北市来说，比如说我们水环境资源，现在就是没钱没办法做，都要靠中央。中央补助给你的钱都要按照他的意思，就是他那都是计划性补助，就是你要做他要求的，他才补助给你。如果你没有做到他要求，他不补助给你，你就要听他的。可是地方才有优先顺序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理性来谈啊。而且我要强调一点啊，因为民进党这样子大闹哈，然后我们的财政部长呢又讲说，哇，如果说通过在野党的版本的话，好像对国家会造成危机。你想的非常的严重是怎样？是在野党的版本是通过了之后，是要把中央政府的预算是什么？是80%都要给地方了吗？还是60%都要给地方了？反正变成是一个小政府变得很小，不是他只是要回复，就是在刚才赵先讲的，原本在我们1999年我们在精审之前的时候，中央跟地方财政是6:4，哈，就是中央6，地方4，然后之后呢，现在变成75:25，它现在只是。国民党的版本只是要回复到6:4而已，把中央政府你过去多拿的这些钱呢还给地方政府。至于说怎么分配那个计算的话，因为说按照这个人口比例，或许它有一些不尽完整的地方，但是这都是可以讨论的啊。柯志恩他也不赞成，然后蒋万安呢，他也觉得说不应该给这个就是也不应该用这样子的一个考虑，就是对于首都好像有首都的那个特别的这个税收，他也反对这样子的看法。所以说，并不是像民进党这样子，好像是今天要通过一个财政收支划分法的修法，把中央的钱呢限缩到很小，完全不是这样子啊，他只是给予地方在精审前你本来就该拿到的钱而已啊。其实上，我们自己在地方政府服务，当然也希望说这个地方政府的这个税源跟财收可以适当的增加了。但是当然增加是要有目的嘛。突然之间，我们台北市如果多了几百亿出来，我也不认为台北市政府可以立即马上想到说这些几百亿要花费在哪里啊，是对市民最有利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财划要讨论的话，重点就是说，好，如果你做一个重新的分配，把中央的部分预算啊，无论是3000亿、5000亿啊，这个刮到地方去的话，那你责任当然也要重新来讨论啊，就是不是有中央部分的一
些责任可以未来下放到地方去处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理性的讨论过程啊。但是我去强调一件事情，过去民进党确实有支持这个就是财政这个分配的一些重新的讨论，但是当时包括在2012年，民进党讨论着重是3点。第一点是建立这个中央与地方的一个协商平台，就是说我们建立一个平台，大家讨论如何去这个做预算的分配是最合理、最公平的。第二个部分是扩大，尤其是地方的一些财源跟税收。第3点这个减少这个城乡的差距，所以并当时没有讨论到说是6.4改到7.5改到6.4等等，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说，好像当时赖清德作为在地方的时候是支持，现在反对，没有这回事哈。但重点就是说，确实大家如果可以理性讨论出一个版本，确保说中央政府本身在预算上不会突然之间有大幅的赤字的问题，但另外一部分可以兼顾到地方的发展，我想这个才是全民之福。但我最后强调一点，我们刚刚讨论这么多川普国防预算如果未来中央真的政府没有钱的话，甚至于没有办法去增加编列国防预算的话，我觉得这个确实会对国防安全有所影响。所以既然国民党、民众党、民进党过去其实都支持国防预算的增加，包括选举当中都有提到3%这个可能性，那还是要确保中央预算有足够编列增加国防支出的一个可能啊。续下再回来。